三妹说亮话，欢迎大家准时锁定关注我们的子评和主评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请到了已经收拾好行囊，即将启程赴北京的亮哥，亮哥午安哦，早安。那个我们网友知道吗？会不会今天没有人在看了？知道，昨天就已经宣布了。OK， 我明天一大早6点就要出门了。早班机哦，6点。OK， 好，这个今天事实上我们机场要提前2个小时到嘛。那航班是对啊，9点钟就要7点到，对啊。不，你4点钟，凌晨4点钟就要去机场啦。我说亮哥凌晨4点就要去机场啊，你说要提前2小时。飞机如果是9点，你要7点到。对。那从我家到机场要40几分钟啊。是提前祝亮哥大陆行收获满满，到时候多多给我们发照片分享一下。好，今天抓住亮哥1个小时，好好来给亮哥一些重磅的话题。首先第一个必须要放到头条讲的就是在上周末，莫斯科是遭遇了20年来最严重的恐袭。我相信大家的细节都已经看得非常清楚了，包括有说恐怖分子在袭击当中是使用了这个自动式步枪这些武器，而且用易燃的这个液体来纵火，所以当时他们发现很多尸体呢，其实都是窒息而亡的，而且都是躲在厕所的地方，根本出不来。对于普京刚刚开始的新任期来说，这无疑是一个非常大的挑衅和下马威。但是普京和俄罗斯现在的官方表态是什么呢？就是乌克兰提供的庇护，美国你帮乌克兰说话，就是在不断的提供正力，说是乌克兰搞的。但是他只字就没有提犯案的 ISIS 呼罗珊伊斯兰国，包括现在已经看到了这个 ISIS 不爽说明明就是我做的，你丝毫都不提我，于是他公布了第一视角枪击屠杀的画面，宣誓意味非常浓厚。我想请教一下亮哥，既然都 ISIS 非常的着急，因为他感觉普京是没有重视他的，矛头直接对准乌克兰。ISIS 急着认领，您觉得是在不在为美国背锅？因为大陆有媒体去分析他说这次作案的手法很缜密，比如说枪手抵达现场的车都被布置了鬼雷，枪手逃离之后呢，乘坐的第一辆车也被布置了鬼雷，而且整个过程是极度冷静的，从杀戮再到离开极其从容，和之前 ISIS 那种独狼袭击完全不一样。所以亮哥，以您的推断来看，究竟是个别就是恐怖袭击的作案，还是中亚的某些势力，还是乌克兰或者是美国呢？这个事情的疑点非常多了第一个就是 IS 以前作案，那个做完案就跑了，真的不多见。自杀，大概只有那个伊朗苏莱曼尼那一次那个比较明显，就是丢了那个垃圾在垃圾桶丢炸弹，然后人就跑那这次在你绑架歌剧院，你也没有看到他提出政治诉求因为一般如果是 IS， 他总有政治诉求会讲吧。那现场你比如说你会拉开布条啦，或者是有一些政治的符号啦，或者是穿全黑的衣服啦，都没有看到。而且他来现场的目的就是杀人那杀完人，而且是尽可能的杀人。比如说你刚刚讲到厕所里面死了28个人都是呛死的。那就是杀完人，然后迅速逃跑。那逃逸的方向也很诡异逃往这个乌克兰的方向。对。这个就是因为那个地方事实上距离乌克兰还蛮有距离的啦。那为什么你会一直往那个方向跑？那给人家感觉就是是不是有安全屋的安排啦，然后协助你越境逃走？这个当然还要有待事实的厘清啦。可是我的意思是说，通常你涉案之后，可能会在俄罗斯的一些荒郊野外先躲起来吧。是比较快嘛。
那看几天没动静了再跑。那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方式？而且没有政治诉求啊。我们一般讲，如果你是作为一个恐怖主义的政治运动，你会有诉求的。比如说2002年那个车臣的一些武装分子绑架了莫斯科的歌剧院，他们第一时间就提出诉求啊。然后他绑人质是为了做交易。那后来我们知道嘛，就是莫斯科的特种部队啊，就俄罗斯的特种部队，就直接用神经毒气把他们全杀了嘛，对不对？是啊，可是基本上就是我们一般看这个政治团体都承认，然后会表达他的诉求，或者会说他为什么要做这样的报复了啊。比如说伊朗那个苏莱曼尼群众集结那个场啊，事实上这一个场后来也发现是 IS 的激进的逊尼派分子干的。那他跟伊朗本来就在交战之中啊。那这个 ISIS-K 啊，我们的克罗山这个系统，坦白说跟俄罗斯的交战状态早就没了，因为这个团体它在介于伊朗、阿富汗、土库曼那一带嘛。那当然有一些中亚人有参与了，那甚至还有那个维吾尔人的激进派也有参与，就它夹杂了很多中亚人啊。那比如说目前曝光的就有塔吉克人啊，是，那个很可能就是阿富汗当地人啊，或者从这个车臣那边过来的啊。可是问题在于就是说，目前的车臣战争已经完全基本上已经结束了嘛。就是基本上是已经由这个跟俄罗斯可以合作的那个系统，那个什么卡加耶夫吧，卡迪罗夫，他们父子已经接了嘛。所以你说这个矛盾，这个时间点到底是要干嘛啊？就有点就觉得难以理解了，为什么会这个时间来发动这个事件？那这个当然有两种的说法啦。第一种就是你普京刚胜选，志得意满，自信爆棚啊，挫你的威了啊，这是一种说法啊。可是挫你的威，那这个让人家感觉当然就是背后有一些力量啊，因为北约目前也在聚集力量要跟俄罗斯对抗，那当然也会包括乌克兰在内嘛啊。那另外一个就更恐怖了，就说是俄罗斯会不会自己干啊？没错，因为他要找到借口要打乌克兰或打欧洲啊。如果这样就更麻烦了啊。那坦白讲，我不知道真相是哪一个啦，因为坦白说，上次克里米亚大桥被炸，你记不记得第一时间乌克兰说，美国第一时间就跳出来说俄罗斯干的啊？对，北溪被炸，美国也跳出来说俄罗斯干的啊？对不对？那后来克里米亚大桥大概已经确定是乌克兰的军情单位干的，这个已经确定。那乌克兰也没有否认啊。北溪到现在还真相不明嘛，可是大家还是倾向跟美国是有关的。那所以这个事情我估计也不会那么快有真相啦，可能要1-2个月以后吧啊。可是重点在于俄罗斯在这个时间点是如何理解的啦。俄罗斯目前的普遍的理解，当然普京他讲话讲的比较模糊啦，他就说我了解的是那个犯案的人往乌克兰方向跑，这是普京的说法。那至于这个俄罗斯的安全单位 FSB 啦，或者是这个发言人扎哈罗娃，根本就直接指向乌克兰了啊。那这个就相当麻烦了，我觉得这个就是有点在塑造内部的民意啊。那俄罗斯人肯定是要报仇的嘛，因为那个蒙德维杰夫啊，蒙德维杰夫是他本来就是黄俄派，很强硬，更激进。蒙杰维夫已经讲了一句话了，他讲了，我用英文翻译叫 "death for death"，那用中文讲就是血债血还。血偿。
对，就是这意思啊。所以我认为接下来俄罗斯的报复的手段一定会更强硬啊。比如说，我们就看到他去炸乌克兰的电厂啊，那一下就让哈尔科夫那一带，大概总的来讲，乌克兰大概有100万人缺电，目前处于黑暗状态。听说哈尔科夫也整个陷入黑暗状态啊。那目前有几个方向，我认为普京本来就有计划要做了，就是他在胜选的演讲就表明了，他要在俄乌边境还有4个新加入的邦的边境，要打出一个军事缓冲地带，啊，那他也要守护黑海舰队，因为我们知道黑海舰队受损了40%啊。今天又被打掉2个。对，昨天乌克兰又打啊，那他刚换了海军司令嘛，所以我认为他可能会再去攻打蛇岛。那这次打蛇岛恐怕就不是像上次这样了，他可能连奥德萨的附近也会打出一个军事缓冲地带，以便保护他的黑海舰队了啊。就是我的意思是说，接下来俄罗斯大概要针对黑海舰队4个邦，还有俄乌边境，要打出军事缓冲区啊。所以，而且因为乌克兰土地蛮大的，我估计这个缓冲区恐怕不会只有10到20公里啊，恐怕是50公里左右的范围，所以接下来的战争真是没完没了了。包括梅德韦杰夫吧，我记得他有提到说，现在已经不叫特别军事行动了，已经是战争状态了。大家去想一想，那个是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 Peskov 讲的。我觉得这个很麻烦，因为俄罗斯目前已经不再说特别军事行动啊，因为特别军事行动如果要讲目的，那已经达成了，因为亚速营已经被打跑了嘛，顿巴斯收复了嘛啊。那乌克兰短期内也不可能加入北约嘛，所以你目标已经达成了。可是他现在重新界定，他说因为北约已经介入了，所以这已经是一个更全面的战争啊。所以你也可以看到，他各种无人机、飞弹开始打基辅了啊。那甚至于啊，这个很麻烦，这个就我们说这是凶兆啊。因为普京在胜利演讲的大概是那几天吧，他接受采访啊，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奥德萨就是一个俄罗斯人的城市，那个英文叫 Russian City 啊。那 Russian City 有2个意思，一个是俄罗斯人的城市，一个是俄罗斯的城市。那就很麻烦了啊，因为奥德萨确实是讲俄语的啊，那俄罗斯人是多数啊，它是一个国际城市，可是它是讲俄语的，因为乌克兰境内的所有的国际城市都是讲俄语的，所以俄罗斯人都是比较多的哦。比如说北方那个哈尔科夫，那是乌克兰第2大城，奥德萨是乌克兰第3大城啊。所以大概除了基辅之外，基辅大概是讲乌克兰语啦，可是奥德萨跟哈尔科夫都是讲俄语的。那蒙德维杰夫更离奇啊，讲得更直接，还特别找这个 RT 啊，就是 Russian Today 来做专访，然后放到了社交媒体啊。他说，奥德萨跟基辅本来就是俄罗斯的城市，连基辅都讲进去了。这个实在是太可怕了啊！所以我觉得至少我们以普京为准啊。普京说奥德萨是俄罗斯人的城市，而且目前已经有不少奥德萨出生的人啊，因为他们搬到赫尔松嘛，那他们因为这次有参与投票，然后他们就出来讲话，大概有40几个人啊，说他是奥德萨人。奥德萨本来就是俄罗斯的啊，这个论述
开始浮上台面啊，所以我认为接下来俄罗斯可能就是往西边打，对，要巩固他的黑海舰队，然后往北打哈尔科夫，要巩固俄乌的边境啊，然后再把这个4个邦的这个军事缓冲地带再加以巩固，大概是这样。所以，而且目标是以德涅伯河以东啊。第聂伯河，德涅伯河以东，事实上，俄罗斯本来有很多地方都没有打，他事实上目前占领的4个邦啊，大概就是从东往南发展，拉出一条带状嘛，对不对啊？如果是德涅伯河以东，那就是把乌克兰切成2块了。那德涅伯河以东还不足以包括奥德萨，所以你去想一想，他未来的野心有多大？所以我看这个事件会启动了俄乌战争的2.0版。已经不仅仅是顿巴斯地区了，直接是第聂伯河把乌克兰一分为2，要扩大它的军事缓冲区。那我就想请教一下亮哥了，如果真的是像您之前所猜测的一个是俄罗斯自导自演，为了让他的军事行动，不叫军事行动，因为让他的战争更有说服力的话，那您如何去看美国从10几天前吧，就公开的在媒体上放消息说俄罗斯会有一个严重的恐怖袭击，但是他只是在媒体放消息，也没有跟俄罗斯讲这个事情。您觉得如何去观察？美国从俄乌战争一开始，他就一定是站在俄罗斯会进攻乌克兰的一点，然后包括到现在，他也精准的预测了情报，只是没有精准的预测是几月几号。俄罗斯会打乌克兰，在普京的胜选演讲早就讲明了啦，啊，他本来就表示他要建立军事缓冲区啊，他用的词啊叫 cauldron 的词，这个意思应该是指要建立一个警戒线，就是说那个乌克兰你不能越界啊，越过这条警戒线，我不让你过来啊，那他就要打出去嘛，那所以我认为美国早就判定俄罗斯会再打啊，除非乌克兰来求和了，那求和就是以既有的4个邦为界限，那双方签和谈和平协议等等啊，那目前显然美国不可能让乌克兰做这个事嘛，这个因为上个礼拜也传出一个消息啦。这个还是那个 Hersh 啊，就是美国那个爆料专家写的。他说乌克兰之所以没有办法谈和，就是因为美国跟乌克兰说，你如果去谈和，我1年要给你的450亿美元就没了啊。那乌克兰感受到压力啊，这个是 Hersh 的说法啊。那美国是，我跟你讲啊，美国他说你即将发生大事啊。坦白讲，我是每天都在看多种英文媒体的人啊，我完全没有感受到英文媒体在事发之前把这个当作大事在报道。事实上是发生之后，美国才说，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一再警告俄罗斯。你去想一想，你对照一下，2022年2月24号，俄罗斯发动俄乌战争之前美国是大举的在媒体上一再的说俄罗斯即将侵略乌克兰，你记不记得？是，那个才是摆明了，就是一直说你们不要不相信啊，这是真的啊，这是真的啊。那后来果然料事如神嘛，表示美国的情报掌握是正确的。这一次真的有点诡异了，就是事情发生之后，他立刻跳出来说：“我早就跟他讲会发生重大事件啊！”这好比那个偷袭珍珠港啊，然后那个或者911啦，911发生，那个也有 CIA 的人跳出来说，早就跟布希讲了，说会发生事件了等等的啊。那布希不相信嘛那我听说当年国民党的军统也发电报给美国说日本会偷袭珍珠港那美国人根本就不相信不相信，那结果就发生了这样这个
不过我跟你讲，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啦。我跟你讲，发生这种事情啊，就是要注意细节啊。像亮哥就一天到晚在看细节啊，比如说那个音乐厅啊，竟然没有保安啊。是的，没有安检，你不觉得非常离奇吗？所以你没有看到音乐厅内的保安的警卫跟那几个拿枪的人交战的过程啊。你不觉得这有点离奇吗？就是你怎么会安全意识这么低啊？你现在还在战争中我讲白了，比如说北京现在重要的火车站啊、地铁啦，你那个包包都是要过安检器的嘛，不是吗？不仅北京啦，全中国随便哪里你都要过。对啊，那莫斯科到底在干嘛？这个音乐厅算是公众场所。你怎么没有过呢？而且枪带得进去，这么多支枪，这个安检松懈的离谱程度啊，你知道吧？所以为什么会有人怀疑说，会不会普京内部有？这个不一定普京知道哦。就说俄罗斯会不会内部有更激进的军方或者是什么人啊？不知道啊。这个现在就是各种谣言都有了。因为太诡异了啦，就是说这个 City Hall 这个音乐厅的保安措施怎么会松懈到这种程度啦？因为他们进去做了很多事第一个是要带枪进去，第二是带烧夷弹进去，那第三呢，他们把所有的紧急出口全部都封了，要做这么多动作都没有被查到。你不觉得很不可思议吗？对不对？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就市政来讲，我们两边的不利证据都要提出啦。就是说，对美国不利的市政就是，你怎么第一时间就知道这么多啊？你怎么就知道 IS 干的？那你怎么就知道跟乌克兰无关啊？那你怎么会突然之间道出一大堆消息？说我们早就听说了啊，然后呢，这个 IS 立刻呼应，立刻有蒙面人跳出来就是我们干的，这个实在是有点诡异了啊，因为 IS 啊，我讲白了，它这个诞生的过程是有点复杂的啦啊，因为 IS 这群人是怎么来的，你知道吗？他们本来都是在阿富汗监狱里面坐牢的人，那美国后来这个 CIA 介入嘛，就策反他们，就是阿富汗里面那些逊尼派的激进派了说你们要不要来跟美国合作所以 IS 的创始跟 CIA 是有关的那当然后来就是做大了。坦白讲，美国历史上充满这种事情比如说塔利班，美国也训练过塔利班对抗苏联嘛，对不对那美国也跟宾拉登合作过不是吗？是那 IS 也是所以 IS 里面肯定是有一些人跟美国 CIA 是认识的所以你要说如果是 IS 就跟美国一定无关，你美国也要举证所以美国你第一时间事实上你也要说明说，你怎么知道跟乌克兰无关？那是不是你也说明一下，一定跟美国无关，对不对这人家也会这样猜嘛可是就俄罗斯不利的部分就是你的保安怎么会弱到这个程度，松懈到这个程度，让枪支、烧夷弹可以随便带进去，而且又不是一个人，对，然后还可以让他们有充分的时间把紧急出口都封了，这是干嘛？这个简直离奇啊！然后犯了案之后，还可以迅速弄几辆车逃逸，都没有看到警察然后很奇怪，俄罗斯抓的也很快，走了一阵子，然后 FSB 破案，对，FSB 的破案也很快大概不到1天就破案了，不是吗？然后这是出庭的4个全被揍得鼻青脸肿。是其中有一个耳朵还被割掉不，我就是跟你讲，就是
你不觉得这个整个安检、保安跟犯案的过程也是有点不可思议了？然后美国第一时间立刻表态说跟乌克兰无关，绝对是 IS 干的，然后 IS 立刻呼应，这个也有一点不可思议啊！所以我现在只是因为我现在只有2天的时间了，事实上我今天直播，我也没有打算要讲这个部分，因为实在是太多悬疑了。我本来想说再让子弹飞一飞啊。有更多事证的再来做分析，这样。你知道还有一种说法吗？不是抓到那个人，他就说我是为了钱来的，大概有8万块人民币吧。结果呢，就是说可能美国是通过 SWIFT 系统发现有几笔这种不寻常的资金有进入，所以说才公告。我跟你讲说要警告。他的开价是100万卢布啊。那先付50万卢布，那100万卢布大概就是1万美金。就只有1万美金，所以他先付他50万卢布，就是5000美金。5000美金你就做杀头的事这个100%枪毙的事你真的觉得 IS 有蠢到这个程度吗？IS 不可能是为了钱杀人的啦，不可能啊。这显然事证又不一致，你知道吧？是。IS 给人家更大的感觉是他为了政治目的杀人，或者是为了报仇啊，他不可能为了区100万卢布杀人这个太离谱了啊。那如果那个俄罗斯拿出来的证据说他是拿到钱杀人，那这个就难以理解了啦，因为你这样也扯不到乌克兰也扯不到美国怎么可能有人为了区的100万卢布1万美金就杀头这个100%枪毙的啦，这个不可思议啦，因为911那些人根本就是视死如归他搭上那个航班就准备就是一头要撞死，他怎么可能是为了钱呢？对不对？所以目前各种讯息复杂啦，然后彼此都对不上。就是这样。对，亮哥花了半个小时时间理出了非常非常多的疑点，欢迎大家各位这个如果是大家有自己的一个见解的话呢，欢迎在留言区跟我们共同来分享，一起来探讨一下。但就我所看呢，估计我觉得最后也会像谁炸了北溪2号那样。不了了之了，可能最后也找不出谁是凶手。那我们看一些确定的一些数字和关键，来跟大家来聊一聊中国现在的半导体发展或者是经济的发展究竟该走向何处。亮哥，我想跟您说一个最近我看了一下，中国不是美国对于中国的半导体加紧制裁了，尤其是光刻机方面呢，中国是一直想要攻破的，但是阿斯麦尔确实是在今年的1月1号起正式的拒绝向中国发出很多产品的许可证了。就在这个当下，两会开完了，荷兰首相吕特会在这一周到北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经济关系举行会谈，而且这些与会人员有透露说，习近平主席呢会当面和吕特谈光刻机的问题，包括最近全球最大的半导体的展会已经在上海闭幕了。大家就发现了中国心以及摆脱美国的控制成为了整场会议的一个焦点。包括我去看了一下，有去过的朋友，他们就在网上留言说，车都停不进去，是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只能停在隔壁的喜马拉雅。而且里面参展的朋友也说了，参加过6、7年了，这一次人数是最多的，感觉国产芯片就是和上下游相关产业的春天要来了。我们把这2件事情结合起来，请亮哥帮我们分析一下。吕特要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接见，而且由习近平主席亲自的要跟他谈光刻机的问题，我们该如何去理解和观察？我觉得吕特如果要去，就是要往好的方向进展不然中国干嘛让他来对，因为吕特是个右翼极右翼，那他本来一上来就是打算要亲美的啦，因为他是反移民嘛那他就把这个连 DUV 的维修都要停止
可是这个明显是违反合约的啦，你怎么可以这样呢？你如果说新的不卖，还说得过去啊，你怎么可以我已经买的你不提供维修呢？这是违反合约的，而且中国大陆已经买的 DUV 大概估计有140台左右，那你这个当然就造成了中国大陆维修 DUV 零组件上的困扰嘛。那这个中国当然非常生气嘛，因为中国大陆认为你不卖新的，那没关系，我再琢磨1、2年，可能我自己就做出来了。可是这个时候就有点青黄不接嘛。是。那青黄不接，你怎么可以对既有的已经购买的，然后维修的约你都要停止呢？这个是说不通的啦。所以我认为中国大陆一定是做了某些施压啦。我的意思就是说啊，因为你不要小看荷兰啊，荷兰事实上跟中国的贸易仅次于德国，你知道吗？在欧洲就是荷兰事实上是欧洲的一个非常大的贸易港口的这样的一个国家了啊，所以中国大陆是选择很多的出口都经由荷兰的港口，然后再运到其他的欧洲国家啊，所以我觉得你这个惹毛了中国，那搞不好中远我就选择其他的港口来停泊啊。是，中国是有筹码的啦而且简单讲，对阿斯麦尔来讲，这也是一个重大的收入的减少嘛。阿斯麦尔不愿意这样做所以我认为大概是基于这一些考虑，因为吕特他并不是受制于美国，而是他就是一个极右派然后坦白说了，他是反欧盟也反美，也反中反移民那只是他这个问题可能他没有想清楚了。那如今他大概评估了一下，就觉得基于荷兰的国家利益，他应该要怎么做选择嘛。所以我认为很可能会对既有合约的部分就不挑战，就是提供维修你还是要给人家了那新的就照顾美国的要求嘛，就不卖那就有点折中的做法了。那另外就是中国大陆这个半导体中国这一个商展引来了全世界的厂商都来这个荷兰人不可能没有看到荷兰人是超级精明的生意人那这个就意味着中国的半导体的需求量还有成长性还是远远超过美国了就是那中国大陆事实上也表态了嘛，就是说它大概要增加这个国产的比重，可是一开始可能是从政府部门开始了是那是不是国营企业都要跟进，现在还不知道。可是真的是被美国给弄到不耐烦的啦，所以能够做到就不要用美国的东西了，大概就这意思了所以我觉得未来这个中国大陆半导体整个产业，甚至包括外延的就有一些产品，比如说是电动车啦，也要使用晶片嘛。据我了解，一辆电动车就要使用到将近1000个晶片，各种晶片，那可能就会外延到，这种使用晶片的产品也都会开始用国产的产品是，那这个坦白说，对很多国家来讲都是重大损失刚刚亮哥讲到的这个，我去看了一下，有4500个参展商，尤其是国产品牌的摊位都摆满了人。因为现在有消息传出来，这个是 FT 金融时报传出来的，中国大陆呢会花多少钱花6600亿元，大概是910亿美元，来替换所有的，比如说你是政府系统当中
伺服器淘汰来自英特尔和这个 AMD 的微处理器的芯片，还有包括减少采购微软 Windows 作业系统和外国制的资料库软体。所以中国你觉得有没有做准备呢？肯定是有在做两手准备的。我们现在要防范你拿国家安全来压我，更要开放市场。于是乎来看到亮哥最欣赏的华春莹啊，中国外交部助理发言人华春莹在 Twitter 上又发了一张照片，对比了这个苹果首席执行官库克访华时的盛况，还有就是 TikTok 首席执行官周受资出席美国国会听证的不同画面。发出一个灵魂拷问：究竟哪一个才是自由开放的市场？而且这一次呢，为什么苹果那么着急，一定又要来中国这一趟？因为苹果最大的劲敌华为 P70 4月份就会上市了，而且定位是高端的摄像内嵌自研盘古模型，预计呢会以 AI 摄影为核心亮点，包括大家去就是看了一下摄影的一些零部件都有非常大的提升，包括了镜头包括马达 CIS 的都有很大的提升，而且有一些数码博主呢已经有一些供应链的消息了，说 P70 加单了50%，供不应求啊！包括它的传感器等等，所有的产线都开满，24小时不间断。预计它的销售呢是上看1500万只，会超越 Mate 60 Pro。好，来亮哥，你帮我们拥有 Mate 60 Pro 的亮哥 ，P70又要出来了，如何看待？把苹果真的是压得很紧啊！我觉得苹果今年的 i16啊，如果 PK 不了华为的 P70还有 Mate 70啊，就挂了，就准备挂了。我跟你讲为什么啊？因为苹果跟特斯拉有点像，就是它作为领跑者啊，那长期就依赖它的领跑的这样的一个优势地位，那就赚方便钱。赚暴利啊，定价特别高，又没有这样的实质啊。比如说苹果手机的利润率高达52%，你知道吗？哇，这完全不合理。特斯拉的利润本来高达40%，结果比亚迪的车子利润率大概只有15%，价格战。所以你是完全不合理，因为它就靠着它的领跑，就是说。它科技确实一开始是他发明的啊，那可是越来越不进步啊，不经历日益求精啊。然后你去看嘛，比如说你刚刚讲到华为 P70加入了大盘股模型，那就是它已经变成一个人工智能手机了嘛。你苹果到现在还没有人工智能的手机耶，连三星都已经出来了，那接下来华为肯定。不管是 Mate 70啊，或者 P70都一样，都是智能手机。那你就更不要讲电动车了。中国大陆的电动车的五彩缤纷啊，产品之复杂啊，功能之多啊。特斯拉千年一样一款，就是这样啊。苹果也是啊，苹果了不起就是 CPU 又再变成更小的奈米，那了不起就速度加快啊。你并没有什么我们叫杀手级的新的应用嘛，并没有嘛。所以我跟你讲，它今年的 i16如果没有办法脱困，苹果目前的市占率在中国已经跌破20%了。我认为如果 i16没有脱困，那它的市占率会跌到15%左右。哇！那华为肯定就是步步崛起了，大概是这样啊。不，因为你这个实在是科技创新跟提供的这种创新的服务太不认真了。这个只要住在中国大陆的人，稍微用过大陆的手机，都立刻可以明显的对比出来嘛。选择太多了。苹果现在也没有折叠机啊。折叠机中国大陆跟韩国都有那你苹果是干嘛？就是你让人家的选择性太少了，所以我认为一定会有人基于不同的功能，然后还有
性价比越来越接近，那苹果又卖得特别贵，人家就转向了啦，大概就是这样了啊。所以我相当不乐观啦，库克来也是白来的啦啊！你来做这种公关的统战没用的，你要在产品上赢过人才有用啊。应该库克还来，我请郑恺吃饭吧。郑恺您知道吧？就那个演员。我知道啊，他请不到胡歌啊，因为胡歌帮华为代言啊。对，这退而求其次请了郑恺。是啊，那就表示他准备当老二啦，因为他请不到胡歌啊。寓意在这里，难怪要挂了，还是亮哥火眼金睛好。来，亮哥再帮我们分析一下啊。他这次来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要参加中国版的达沃斯中国高层发展论坛了啊！这个库克也在中国高喊说，我会继续投资中国市场，而且高喊着说，中国的心智生产力他也认为好。中国官方其实对于外资外商也有很重大的动作。刚刚提到的中国达沃斯，今年因为之前是《华尔街日报》爆料嘛，说今年不依惯例不是由李强总理，不是由总理来接见这一些外企的高层，反而呢是预计是由习近平出席论坛和美国的商界领袖会晤，来代替以前的总理的会晤。但是还有提到，因为在今天还没有正式定嘛，说相关名单还在安排当中。我想请亮哥这一次算是破例了，中美破例了。中国亲自由最高人这个习近平主席亲自听跨企业 CEO 的意见，释放了什么信号？而且这次来的人很多去年中美关系比较紧张嘛，只有23个美国商界领袖出席。今年美国是最大的豪华代表团有34名都是来自美国的。去年您还记不记得，当时由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办的一个习近平主席的晚宴嘛，一桌就要价的是4万美元。好，亮哥有听到吗？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从今年的热情和去年的热情相比，亮哥，我们来帮我们分析一下，反映出美国市场现在有什么样的一个期待了？有听到声音吗？有听到，一直有听到。我刚刚怎么觉得网络断线了？我跟你讲啊，这次事实上是美国企业对习近平的回访啊，因为上次习近平去旧金山，我们就看到了他不是有跟那个美国企业界的一个很盛大的参会嘛？对对不对对。那还买了很贵的门票嘛，对不对啊？那我觉得这个如果他们有心到北京来参加这个发展论坛，那大概就是比较笃定要重视中国市场啊，不然不会特意来北京这一趟啊。那这里面当然就意味着中国的基本的政策的路线啊，就是事实上习近平早就讲过了嘛，就是中美如果联邦政府走不通，老是卡啊，那拜登讲话都不算数。4不一无意到现在什么都没看到，那我们就走民间啊，我们走地方啊，对不对？这个习近平讲过的话嘛，就是我不走中央，我走地方，我走民间嘛。事实上，美国有很多城市啊，还有州，在最近都有对中国做访问，那只是美国媒体不去报道而已了啊。事实上，城市市长是蛮多的啊。对。那现在就是让企业家浮上台面了，就是那这个，反正你拜登卡到处共和党、民主党那边斗来斗去的，那年底又要大选，联邦政府混乱无章法，那我就跟企业、跟这个地方来做交流嘛，那我觉得美国企业这个也叫做盛情捧场了。就上次习近平去旧金山，那个坦白讲是美国主场，对，那现在这变成北京主场啊。那如果2次聚会都有参加的美国企业，那大概就是他重视中国市场啊。那我觉得中国大陆目前的态度也蛮明显的，就是他还是希望招商引资啦，对，能够
更开放面对外界。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中国大陆有越来越多的单方的开放哦，比如说我们前一阵子看到欧洲那个叫单方免签证啊，事实上还不止这个，我还看到了中国大陆单方开放农产品市场啊，尤其对部分的欧洲国家啊，还有对你们隔壁那个澳大利亚，对不对啊？可能要开放红酒了嘛，对不对啊？因为澳大利亚对比亚迪、对抖音并没有像美国这样的意见嘛，对不对啊？那他可能还进一步会开放，因为中欧投资协定眼看在欧盟在欧洲要过的机会不高，那干脆就把中欧投资协定中国要答应欧盟先走的那一些项目啊，就直接对外宣布要单方开放。是。我认为中国大陆未来不只包括进口博览会啦，还有供应链博览会这一些，欢迎这个外国的东西进来卖啊，不止啊，它可能还会开放一些服务业啊，比如说这个金融业啊，它就允许外资在银行跟保险可以全资嘛，对不对啊？那中欧投资协定本来有一个项目叫医院，它也要开放让外资进来经营医院哦。是，我觉得这一些中国大陆很可能都会放手了啊，因为中国大陆大概也发现到自己的服务业啊，有部分真的是需要一些外力的竞争啊，不然就太安逸了啊。我们也知道前一阵子那个中纪委刚好才对中国的医院系统去做整顿嘛，不是吗？所以坦白讲，如果服务业是竞争激烈，哪有腐败的问题啊？对不对？中国有一些服务业是竞争的极其激烈啊，比如说电商啊，激烈到已经不行了。那可是医院这种体系呢，就是缺乏竞争嘛。那金融呢，缺乏竞争嘛。我认为这个郑永年教授讲的话快要成真了啦，就是中国即将走向单向开放的招商引资2.0啊，那习近平这一个发展论坛就是一个象征性的体现，就是这样。是释放了一个最重磅的一个信号了。就是说你来的话，我以最高领导的人来接见你，释放出中国最大的一个诚意还有善意。刚刚亮哥也讲了呀，中国必须要释放自己的诚意和善意啊，因为干嘛呢？因为美国自己的国会体系都快不行了。亮哥现在已经这个淡出了哈，我们把图带给大家来看一看。这个是拜登，我们都知道之前是签署了1.2万亿的支出法案，是在我看在昨天吧有通过的，但是没有包含一个对乌和对以色列的一个援助的。大家都知道他们的国会有多失能了。不仅这个，再来跟大家说一下的就是最近大家还记不记得推动了 TikTok 剥离法案的时候呢，这个对中委员会的这个加拉格尔他是推手之一，他也是美国众议院对中委员会的主席。之前不是说他不想要寻求他的第5个任期了吗？昨天有惊爆出来，他也会在4月的时候提前离职。为什么会提前离职呢？我就去仔细的看了看，其实包括美国众议院剥离这个TikTok 法案之后呢，就有50多名议员纷纷的要去辞职，不想寻求连任了。包括华盛顿邮报有直言说，当下的美国众议院已经沦为了一座立法鬼城。不少议员呢都提到对国会功能失调的不满，但他也提到了，就是说相比于众议员呢，他说参议员对于工作的满意度要高得多。包括过去10年呢，是仅只有9名参议员提前离职，其中4个呢是因为健康原因，有3个呢是寻求担任更高的职务，比如说现在大家看到的副总理 Harris 就是其中之一哦。我想请教一下亮哥，众议员呢今年的年底如果不出意外，就会迎来大
大批的资深议员流失，对于美国的政坛冲击有多大？有人就说了，众议员跟参议员唯独凝结起他们的是什么？就是反华啊！但是现在连反华都无法凝聚成他们了。美国所暴露出来的政治失能会外化到什么地方？比如我们讲到的战争，比如说扩大对华更多的一个制裁，我们可以如何去观察？这个主要是讲众议院啦，因为美国众议院435席，林林总总一大堆次级团体啊。那因为意识形态极端化，所以使得因为现在两边的差距很小。盖拉格辞职之后，共和党只领先1席耶，所以就是稍微一点点有人背葛，那就什么法案都通不过嘛，啊。那这跟参议院不一样，参议院只有100席啊，而且参议院能够选上的人都是当地的大咖啊，所以他们连任率也高，所以他们互相就比较有默契了啊。那众议院不是啊，众议院美国的这个流动率非常高啊，很多人只当一届就挂了，那结果呢，一大堆新的议员进来就到处乱闯啊，就自己有一些激进主张嘛，然后人家如果不同意，那就到处背给别人啊。所以对有一些众议院的老鸟来讲，他就觉得我的人生干嘛浪费在这里啊？比如说我们讲这个盖拉格啊，盖拉格他是陆战队的情报官出身的啊，他本身对军工产业本来就非常熟悉啊。那结果呢，现在科罗拉多州有一个做大数据监控的这个一个公司非常有名的，叫 Palantir 啊。Palantir 这家公司，我跟你讲啊，这个三妹啊，事情千金难买早知道啊。Palantir 这支公司的股票在去年5月的时候只有7块多啊，现在是24块，暴涨3倍多啊。那Palantir显然就是趁这个机会要挖角，请盖拉格去帮他做业务吧，啊，因为盖拉格军方的关系非常好，而且陆战队是美国的大买家啊，美国军方陆战队是有很多的购买权的啊。那盖拉格跟共和党关系又好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增补人才的时间了、啊。所以你说，他本来不是说11月不选了吗？对，怎么4月就辞职了？我跟你讲啊，美国现在的经济并没有想象中好，好的开缺的时候就要赶快去争取啊，不然这个缺可能就被别人补走了啊。所以盖拉格一定是被重金挖角了。那这个缺呢，Palantir也很强势啊，你要不要来？你不来，我们要找别人哦。他就立刻报道，就是这样。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他的大老板辞啊，他大老板叫麦卡锡啊，你记不记得？哦，是。麦卡锡议长就是他的大哥啊，连大哥都不玩了，我小弟玩什么啊？所以你就知道，如果连麦卡锡这样的人，议长都会被罢免，你就知道现在众议院有多乱。就是连共和党自己内部都摆不平了，那就不要讲民主党啊。所以现在在美国的众议院就感到成就感很低落嘛，就是好像都是各吹各的号，乱一乱作秀，然后真的要确确实实的来做一点事情啊，通过法案啊，或者争取比较有意义的预算啊，变得非常困难啊。所以就有一些老人们就不玩了啦，比如说，而且我跟你讲，我听说不玩的大部分都是共和党，是，所以拜登啊，搞不好他总统落选啊，可是众议院会赢，你知道吗？就是民主党现在有很多众议员反而有了优势啊，只有1席啊，老手都不玩了，只赢1席。对，因为我跟你讲，目前拜登是这样啊，拜登回光返照啊，目前有一些民调他是领先的啊，可是呢，摇摆州他还是落后。你从这里就看出美国政局真的是蛮乱的
就说，奇怪，你怎么摇摆州都输嘞？所以大家还是认为特朗普会当选。可是他全国民调最近竟然有8个民调领先，你知道吗？那个美国那个星期周刊 Newsweek 好高兴啊，帮他特别写了一篇文章，说拜登在8个最近的民调逆转胜啊。我就想是个外星人给他加持了。那目前看样子，那美国的大选还是一如亮哥在年初所预测的，川普会当选，但是有一个但书，民主党会掌握众议院，那也不算全输啦。就是有点乱啊，因为很少会这样，通常都是总统的旋风会守进国会嘛。对对对。那很多人就被这个旋风卷上去了，可是我们却看到了一大堆众议院的资深的议员说他不要选，这个真的太罕见了。我跟你讲，今年民进党也有这个现象，那个民进党有好几个资深的立委都没有选，你知道吗？就不想玩了呀。他就不玩了。他大概觉得人生有限了，老是在这边当你这个民进党的总统的橡皮图章，我何必啊？我不如去搞一点自己的事业吧。我觉得可能也有这种思维啦。那美国众议员一定也是如此啦，大概就是这样。那就可预期美国的政策一定会大乱特乱了呀。会乱，对。所以我跟你讲，这个盖拉格这个抖音啊，搞不好到参议院就不了了之啊。一定。他提前离职这个事情，我就会觉得 TikTok 好像没有胜算没有那么高了啊。最后一个，我想请教一下亮哥啊，最后一个新闻。中菲最近在仁爱礁又爆冲突了。最近网上不是有一个菲律宾举小白旗儿的那个照片和那个视频给流出来了吗？哈，现在呢，菲律宾有说中国的水炮又造成他们3个军人受伤了。这个中国水炮没办法，又滋出了3条军方的大鱼。那请教一下亮哥哈，现在目前我去看了一下，有2种表态。第一种表态呢，是以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副教授李明江的一个说法，他说呢，中菲是不排除升级为小规模的军事冲突，或者引来美国的介入。因为他说中菲南海冲突已经成为了继赖清德520就职演说以及美国11月总统大选的不确定的第3大风险。还有一派的说法呢，是以大陆知名的地缘智库叫做南海战略态势感知，根据2023年美军南海活动的不完全报告的一个发布，我们把这个图来带给大家看看哦。他提到就是说，美军在2023年南海活动呢，发现美军有重大的一个变化。虽然说它是没有空窗期的，但是一般台海或南海局势比较紧张的时候呢，美国的航母打击群一般都是快进快出，避免被卷入冲突。但是就算如果他要进的话呢，也不会非常的抵近。根据这样的一个南海态势的感知，所以预判美军到南中国海是为了达到战略上的威慑，不是要过来打仗。以上2种看法提供给教授，教授来帮我们做一下分析，比较倾向于哪一种？我觉得讲到军事冲突是有点夸大了，喷水炮叫军事冲突啊。我觉得中国大陆被惹恼了不起，就是把仁爱礁那个破船给拖走了，就是展现他的霹雳作为，让你没事可吵啊。那比如说这次铁线礁的登陆了啊，那登陆也立刻就被抓住了嘛，那立刻就带走了啊，就是不到1个小时了。我觉得主要是因为你知道美国、日本跟菲律宾即将要在华盛顿开会嘛，所以菲律宾要有所表现嘛，不然美国跟日本就不理他了。而且你要知道，美国后面有承诺了10亿美元的投资啊，那日本搞不好还会送几条船给他，是啊，所以他也急着有所表现。而且我觉得有一个重要原因啊，就是小马可是这一番操作啊，他的民调是上升的，你知道吗？他跟尹锡悦不一样啊，小马可是的民调超过60%啊。我认为美国搞不好在酝酿要让那个小马可是来搞修宪啊，
那就让他继续当第二任。是。那这个部分当然就一定会引起菲律宾内部的相当激烈的政治斗争了，尤其是杜特尔特，他的女儿是副总统，那肯定不让的了啊。可是就是基本上菲律宾打这个反中议题啊，目前是有利于小马可斯的民调啊。那如果我们不知道中国如果出重手，那后果会如何？我觉得中国大陆也在评估啦。我相信我看到的东西，中国大陆应该都有看到啊。就说，哎呦，让这个家伙一直嚣张下去，那万一修宪成功，那不是继续麻烦吗？所以是不是要出一定的力量？这个就好比那个2015年，那个中越在981专警平台发生冲突嘛。那冲突之后，中越现在关系反而变好了，是啊，所以有时候你在没有出一定的力量出个手啊，那他就一天到晚来骚扰你啊，就这样啊，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确实有2种意见，那目前在做评估了。不过我认为最可能出手的应该是把仁爱礁那个船给拖走。美国会不会介入呢？因为新加坡学者是提到了说美国会介入，这是一个重点观察哦。美国会不会？我是认为不至于会发生军事上的冲突啦，因为太悬殊了啦啊！你了不起就是撞翻他的小船吧，连水柱都会打破玻璃，造成4个人受伤，这种国家怎么打呢？对不对？所以也不能。千万要避免死亡事件啊！搞不好美国就乐见你造成死亡事件啊！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也是在拿捏这个力度了，大概是这样啊。所以，可是这个就没办法，因为菲律宾就是美国在背后一直教唆嘛，因为他做这些行为都是注定没有结果，那你到底要干嘛呢？你不觉得就是一种政治上的碰瓷吗？碰瓷儿，对，对啊，碰瓷，然后你撞倒我，最好我受伤，最好有死人，那就可以把事情闹大。给我感觉就是这样。是，好，我谢谢一下大家的抖内哈，我要放亮哥走了，亮哥还要下一场。谢谢鱼的支持，谢谢雨的支持，谢谢鹏的支持，谢谢我们 Aden 的支持，说终于赶上直播了啊！今天，还有朋友问我们为啥我们的支付宝叫高冷的五花肉，这是我们会计的支付宝啊，就叫高冷的五花肉。然后谢谢百浪王的支持啊，请大家按赞、订阅、分享，然后突破限流。今天我们最近子评还不错，亮哥，你发现没有？你在我们主评被限流，但是子评跑得非常好。这样啊！你去了一趟北京，哎，我们的竟然管到纽西兰了，哎呦，好吓人哦！哎呦，亮哥，祝您北京之行玩得开心，收获满满，好不好？好，谢谢大家，不要太赶了啊！下一场直播好，拜拜，拜拜。好，谢谢，拜拜。感谢大家的收看啊！今天特别的节目带给大家，因为亮哥我们做节目3年了吧，亮哥从来没有。就是都是因为我们有事情换主持人，亮哥从来没有事情过。第一次3倍数量化，亮哥请假就是因为要这个去中国大陆啊，首都北京去进行访问。不叫访问吧，对于科技公司进行访问，到时候亮哥会发很多的这些图片过来，或者是他有一些收获等等，也请大家关注我们的 BNE 的频道，也请大家关注我们3倍数量化的子评，我们都会跟大家第一时间分享亮哥的北京行，也希望大家多多的支持我们。3妹明天就不跟大家再见了，因为明天周2，我们今天提前播嘛，我们就周3元小课堂再见，依然会是由3妹还有我们的蔡正元博士为大家带来1个小时的节目，我们就周3再见喽。今天辛苦大家了，下一场小焦老师还有我们的苑教授对吧？今天是对带来焦点哲学院，也请大家继续去支持他们，我们就周3再见喽，拜拜。谢谢大家的支持哦！我看都是子评的朋友们，今天来的很多。哎，我们的导播，你帮我看一下我们的 Zoom 的问题，老是出这种我一时听得到时听不到的问题，很困扰啊。
子平的朋友们，今天终于有时间跟大家好好的来聊聊天了。今天子平和主平出现了死亡交叉。山达克说下一步逮捕破船上的军人，他们说那个破船上可能有美军的军人，就是美军海军陆战队的在那边了。亮哥什么去什么？怎么给那个人给删了呀？谁把那个人怎么给删了呀？人家说什么话啊？哦，撤回啊！哦，好。亮哥去北京了，亮哥明天早上飞北京。下一场去哪里看直播？下一场去亮哥那亮点交锋看直播，观点看直播。然后亮哥看完了之后，回到 BN1 看小娇还有苑举正教授的直播，好不好？3个小时不间断。Angela 说不会，美国大兵受不了那个苦，让我想起了那个谁，赖教授说的话。为什么是谁在给我发语音？怎么是赖教授在发语音？这个朋友，我们子评怎么进？都是 YouTube 上面吗？亲爱的，你已经在我们子评上面了，那你应该还是没有关注我们的主评。主评的话呢，搜索 BNETV， 因为我们发现，为什么我们当初开子评的意义，终于在这几周找到了。这几周我们就像我们今天同一时期的开。很多朋友跟我们讲，他们收不到主评的推送，当然可以收到子评的推送。而且今天我就专门去试了一下，我子评就用了俄乌的标题作为第一个，我主评就不敢用，只好把它放最后一条。如果我主评用俄乌的标题，我一定会被盯上。所以以后大家多多来子评给我们加油，好不好？对，你已经加入我们的德格子评了。Leonardo 说 BNETV 大铃铛没响，这不能怪我们，真的，亲爱的，真的不能怪你们，因为我们都发现了。我不是老是跟大家讲说开启铃铛吗？就是所有的推送大家都要就是知道。从上周吧，就非常多朋友跟我们讲说老子评推送，主评不推送，我还不信。今天我就试了一下，果真我也没收到。Just 说限流啊，妙啊。主评哦，我们不能说那2个字哦。好，我们不说了，不说那2个 XL 的这2个字，好像也会被针对。对，哦，好，不说了啊。行了，不要再继续谈我了，烦死了。好了，我们不说了，我们不说这个了。我看看主评的朋友们在干嘛，不要老谈我了，我们的主管，你老谈我干嘛呀你 ？Hello Cindy， 你好，你好。Tiger 说亮亮真忙，这里结束后立马要亮点交锋，对，别老谈。我上节目的时候，我们的你不要老谈我行吗？说我手机都震动，手都给我震麻了。库龙 ，Hello， 你好 ，WJO 你来了 ，WJO 对我明天刚好有时间把我的那个vlog 稍微剪一剪。云溪说我每天都元气满满，其实没有，其实我周一上班，大家知道吧？周一上班而且又是下午上班，我贼困，因为都好久没有周一做过直播了，又赶在小娇之前，然后题目还不能跟小娇撞了，然后。还那个 Zoom 还时常听得到，时常听不到。我觉得我这个精神都是属于高度紧绷的状态。玉明说：“库龙不要骗自己。”怎么，玉明？来，咱们展开说说他为什么不要骗自己啊？对，我答应你的，我一定会做到的，只是比较慢一点。这。好了，这可我就不点你名了啊。什么叫谈？你就老给我发信息，给我震动，就是跟我讲，对，没事儿，欢迎大家都来看我们节目啊，没关系，就是好的坏的我们都欢迎，然后大家共同的思想碰撞交流，
你也可以发表就是自己的观点嘛，在我们的这个留言区都可以的啊。这个思想碰撞一下，谈我就老给我发私信，我老震动我的手机。为啥我的会员不能自动续费，每次都要手动续费啊？你是不是卡的问题？你有可能是卡的问题，或者是你没有开app 的自动续费。John， 谢谢你，给你比个心。亮哥明天来大陆，是亮哥周二飞大陆。谢谢我们的 Cathy Wang 说真的是直播啊，第一次看到三妹送上祝福，谢谢你，辛苦了辛苦啦。New York City 的朋友，谢谢你给我们送上的祝福，有你真好。三妹今天什么？头发真好看，好看吗？我是每天的这个头，我们今天比较蓬松，因为有洗头。好了，不要说洗头的问题了，云溪又要说，又要说，不要老跟大家说洗不洗头的问题。Hello from New York， 对，我知道，我知道。谁发私信？我怎么就没有三妹的？没有，是我们的那个，就是我们的主管随时随地都在监看我们的。我们有发言不当的时候呢，他就会就是私信提醒我。所以说，一般我看到我下节目，我在跟他聊天的时候，我的那个私信不断的在震动的时候，我就想说，糟了，我又说了，我又嘴跑得比脑子快了。二妹、三妹都是好妹啊，都是好妹妹，都是好妹妹。你 WJ， 你可以给我们发邮件。好了，我今天不跟大家聊了，因为我要把时间一会儿留给小娇了。大家一会儿记得去支持小娇哦，还有我们的可爱的苑教授。我们就周三再见，好不好？拜拜。